一个坐过5年牢的男人来面试香港10大杰出青年，面试官们十分好奇他是怎么有勇气踏进这个门的。男人表示是推荐自己的那个人有勇气。男人名叫陈华，年轻时是个实打实的古惑仔。出生在慈云山的他有个响当当的名号，那就是慈云山13太保之首。陈华也纠集过一帮兄弟打架闹事拼拳头，但一直在他身边不离不弃的只有猫仔和喇叭。走过学生时代，3兄弟步入了更为险恶的社会。那时的香港乱象丛生，警察贪污黑道横行，陈华3人也在这只大染缸里越发堕落，吸毒贩毒无恶不作。当时香港最乱的地方要数九龙城寨这个3不管地带，寨里有个一家独大的阉党，瘾君子们都叫他饭堂。阿公说这里的规矩就是不准吃小灶，饭堂里还设了个自封的扫毒组，比正经的警察还要凶。他们的组长名叫哈雷，开阉档的民哥时不时还要朝他们上供。开小灶的后果除了要防着被掀锅报复，其次就是被哈雷带走冲业绩。即便如此，陈华3兄弟还是冒着风险偷偷开小灶，毕竟给人当马仔只能喝汤，自己做才能吃上肉。讲到这里，面试官问陈华觉得自己和以前有什么不同。陈华看了看对方的手表，坦言如果再过去，自己看到他第一眼就是骗走他的手表，现在的话更愿意劝他把表捐出去做慈善。陈华继续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。年轻时的他某天吃霸王餐时结识了摊主的女儿可柔，自此便坠入爱河。甜蜜的生活总是短暂，随着陈华的堕落，可柔对2人的未来愈发迷茫。年少的感情一直牵绊着他，可柔无法放弃，只能痛苦的煎熬。他几次3番劝陈华不要再做瘾君子，陈华却总是敷衍的表示自己已经在戒，还说只要等他做完最后1单就金盆洗手，甚至要求可柔到舞厅做舞女。可柔相信了陈华的话，他只希望这真的是最后一次。这天，哈雷找到陈华，试探他知不知道慈云山那一片有人在开小灶。陈华眼神躲闪，嘴上却说那里是阿公的地盘，没人有那个胆子。哈雷意味深长地看了陈华一眼，随后便带着他一起到慈云山扫私烟。正在交易的喇叭也被抓上了车，几个小贩被逼说出上家。喇叭无论如何都不开口，眼看混了空气的针就要扎向他，陈华急忙上前暴揍喇叭一顿，算是认领了他。哈雷也似乎有意放过2人，他找了个愿意认罚的小弟回去交差，没有再追究陈华和喇叭。陈华将喇叭带回家，买来几瓶过期牛奶让他边喝边拉，把被抓前吃进去的几包粉排出来。收工回来的可柔发现了异常，和陈华拉扯间，他甚至说出让自己女友多出几次台这种话。可柔生气地打了陈华几巴掌，随后便转身离开了家。不久后，东窗事发，开小灶的陈华3人遭到帮会追杀，喇叭逃到了警察局，猫仔也凭借好身手躲了过去。陈华被堵在巷子里，走投无路时，哈雷帮了他一把。哈雷早就对阿公心怀不满，计划着时机一到就自立门户，陈华就是他拉拢的对象。逃走的陈华来到歌舞厅，伸手向可柔要20块，可柔将身上所有零钱都给了他。一旁的男客人见状，大方地塞给可柔几张钞票，温声表示明晚再来看他。可柔嘱咐陈华晚上一定要回来吃饭，但等他处理完伤口回到家，却发现可柔已经离开了家，桌上摆着丰盛的晚餐。陈华正准备出门寻找，一群警察找上了门，将陈华和猫仔抓回了警局。5年后，陈华出狱，父亲去世，可柔嫁作人妇，家人们对他避如蛇蝎。陈华浑浑噩噩，一度失去生活的目标，继续回到九龙城寨卖白粉。陈华或许想过改变，却早就对自己失去了信心。给他希望的是一个曾经打过照面的瘾君子老刘。老刘如今在帮一家戒毒中心做宣传，他邀请陈华去听讲座，并帮他和喇叭戒毒。直到后来，陈华也成为了一名在非营利戒毒机构帮人戒毒的导师。这个时候，哈雷找上了他，2人可以说8字犯冲。陈华卖白粉的时候，哈雷干扫毒；现在哈雷做起了白粉生意，陈华又当上了戒毒导师。哈雷想将自己的亲弟弟贤仔托付给陈华，他们家2个孩子不能全都学坏。陈华很乐意帮这个忙，在他看来，只要不是杀人放火，就都有回头是岸的机会。陈华虽然离开了江湖，但曾经那些江湖朋友却和他亲密起来，常常有人找他帮忙，陈华也是在原则范围内能帮就帮，有时还从中调停黑白两道。不久后，猫仔出狱，陈华和喇叭找到了他，先是扮起红脸做事要揍还在吸毒的猫仔，接着又好声好气地劝猫仔戒毒，像喇叭一样找份正经工作，重新做人。猫仔被安置在了老年人康复中心，有时还会被神志不清的老人扔一身屎，但他从来没有生过气，总比被人扔刀子强太多。不久后，陈华飞往日本开戒毒讲座，结束后在街头偶遇可柔。可柔早些年和丈夫一起来到日本，2人开了一间餐厅，生活看似要好起来时，丈夫却遭遇车祸去世。陈华这些年来也一直惦记着可柔，只是覆水难收，他们之间的裂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。可柔早就对他失望透顶，陈华也没再纠缠。结束日本之旅后，回到了香港。这些年，他热衷于慈善事业，不久前还荣获10大杰出青年嘉奖，甚至成为了黑白两道都说得上话的人物。哈雷和燕史因为地盘问题起了纷争，二话不说用拳头招呼起了对方。事后，陈华本想从中调解，但双方却都不肯让步。哈雷也表示这件事自己能解决。陈华继续尽心尽力地为戒毒中心忙前忙后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纸前往加拿大的调令。猫仔表示是因为陈华功高盖主，威胁到了别人的地位，
有时候你就算无心争抢，别人也不会信。陈华觉得是这个道理。紧接着，猫仔挠了挠头，犹豫片刻后告诉陈华自己肺癌晚期，时日无多。这一消息对陈华来说如晴天霹雳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通讯录，一边翻找一边说自己认识一个专治这种病的神医，声音里满是慌张。猫仔按住他的手，希望自己这辈子追随的大哥能挺住，因为如果他垮了，自己也会垮。陈华的忍了又忍，眼泪还是流了出来。不知情的喇叭拿着自己的转正信跑来，兄弟三人像年轻时一样打闹起来。跟在陈华身边的贤仔也成功出师。哈雷看着他很是欣慰，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？白粉生意虽然利润可观，但却是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的营生。半年过去了，燕屎和哈雷的矛盾仍未化解，越积越深，终于爆发。燕屎纠集一帮小弟堵了哈雷，双方舞刀弄棍打得你死我活，最后哈雷死于非命，燕屎一行人慌忙跑路。收到消息的陈华来到现场，他已经好久没见过如此残酷血腥的画面，心中愈发沉痛。他也曾劝过哈雷金盆洗手重新来过，但有些人是无法走回头路的。陈华给可柔寄去一个项链，那是他送可柔的第一个礼物，自己当时鬼迷心窍当掉它后被猫仔偷偷赎了回来，如今算是物归原主。收到项链的可柔千里迢迢赶到香港，带了猫仔喜欢的绝版影碟作为礼物送给他，感谢他赎回了那根项链。猫仔头发脱落，形容枯槁。可柔问他后不后悔跟着陈华做13太保浪费青春，猫仔表示他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将死之前能过上安稳日子，他已经很知足了。猫仔觉得死并不痛苦，遗憾才最痛苦。他知道陈华心里的遗憾，便有意劝可柔回到陈华身边。这时陈华也来到了疗养院，猫仔将独处空间留给了两人。陈华坦言自己没换过住的地方，也没换过门锁，就是为了等可柔有朝一日能够回来。可柔告诉陈华他还欠自己一顿饭，两人回到那个小小的家，做了一桌和那天晚上一样的饭。那晚可柔在饭里下了药，原本打算两人一起死，但却迟迟没有等回陈华，最后自己吃了药也没能死成，被追求者送到医院捡回一条命。陈华苦苦哀求可柔最后给自己一次机会，甚至明知眼前的汤碗里有毒药也毫不犹豫喝了下去。陈华从医院醒过来，睁开眼的第一时间就是找到可柔，请他无论如何最后相信自己一次。可柔也终于愿意相信陈华这些年真的在改变，他笑意盈盈的点头原谅了他。三人围在猫仔病床前聊起了过往，那时候他们总在慈云山那一带藏满刀具以备不时之需，到了真用的时候刀已经生锈，喇叭只能一边磨刀一边和人周旋，现在想起来只觉得有些好笑。猫仔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他面色苍白，常常咳血，整个人已经油尽灯枯，不久后便与世长辞。之后陈华继续为自己的禁毒戒毒事业奋斗，他要挽救更多人，让他们弥补遗憾，从头来过。最后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